Hello， 我們今天看新的條文比較長，所以我們分2段來講啊。太陽病發熱而渴，不惡寒者為溫病，這就是分期治療裡的第3個階段啊。太陽溫病也就是高熱持續期。那高熱持續期的特點啊，患者一般發熱就比較高了，对吧？39度以上。我們這個講的是通常來說啊，然後同時它還伴有明顯的消耗症狀。那包括脫水啊、營養不良這些表現了。所以原文裡一開始他就提到了發熱而渴，患者因為發熱而脫水，出現口渴的表現。所以我們說啊，雖然高熱持續期跟體溫持續期一樣啊，也屬於產熱散熱交替的這麼一個過程啊，但體溫持續期就沒有明顯的這種消耗症狀了，對吧？就人還過得去了。那治療上呢，都需要補充營養，但是高熱持續期，那你肯定還要降溫哦。那再來啊，高熱持續期不是感染必見的階段啊，一般我們說在病原體比較強的情況下才會出現，像是新的一個疫情啊、瘟疫啊出現的時候啊，會這樣。所以發生高熱持續期哦，還有一個特點，體溫上升期很快過去了，可能幾個小時就從體溫上升期過渡到高熱持續期這樣咯。所以我們觀察病人啊，就會有一種情況，就病人好像很快就發燒，燒起來很快，這個過程很突然。那在以前的話，那肯定就很害怕了，怕燒壞了，怕是不是還有瘟疫？就是瘟疫就很可怕了。以前古代就是說這種隔離啊，包括不可能像現在做的這麼好嘛，對吧？以前古主要是你沒有醫生，醫生不夠用，是這樣。所以這都是很多病啊才開始。就是傳播的很快。那麼因為高熱持續期它來得特別快很突然，那所以有的人他就辨別不出來，就會誤會了。以為病人還在他這個體溫持續期，對吧？那他就會用錯藥，給病人用產熱藥，怎麼辦？等於誤治了，對，耽誤病情。那麼原文這裡後面也有提到誤治以後的表現是怎麼樣的？這個問題我們也說過，我們就是不能通過疾病發生的時間來簡單的去判斷這個分期的階段。那不是說你第一天就是體溫上升期，然後第2天它就變成持續期這樣，不是這樣。那有很多病人維持在體溫上升期，它時間比較久，有可能幾個星期。那麼醫生用了很多藥都沒有效，就等你一個明白的醫生啊，開對藥，用上產熱藥，那可能病人這個病馬上就好了。所以這個誤會啊，絕對不能再發生，是這樣。因為我們醫生啊，一定要仔細的關注病人的這個表現啊，你不能掐指，跟算命一樣。根據日子來看這個病的分期，它不是 SOP 這樣的，你是要具體看每個病人。是這樣，那是什麼情況？所以呢，醫聖張仲景啊，就是為了避免大家誤會，所以在原文就說了不惡寒，也就病人沒有發抖、打寒戰這樣的表現啊。所以這裡大家一定要注意，雖然沒有打寒戰啊，但病人也是在產熱啊，因為高熱持續期它就是產熱散熱交替的這麼一個階段，高消耗，能量消耗它大，是吧？就是說。這個病人啊，他已經不依靠這個肌肉來產熱，對吧？對，他是改成肝臟，對吧？肝臟產熱，所以他不會發抖，就這一點。我都靠肌肉產熱，就完了，太危急了吧？是不是？還有一點就是啊，雖然不發抖打寒戰啊，但是病人還是會怕冷怕風，因為你患者是不是他還在散熱，對吧？那患者的皮膚啊、毛孔啊，這些都是熱的，所以就會出現我們之前视頻就講鬼吹風的情況。对，对流就是冷热空氣溫度這個溫差，這個氣流的這種。像它散熱以後蓄熱嘛，蓄熱開始它也是會感覺到冷。是這樣。所以臨床不要看病人好像發燒很厲害，但還是一樣怕風怕冷的，這個是散熱以後調節反應。那我們醫生要細心觀察就會發現了。那比較容易誤會的一點啊，就是很多人覺得高熱持續期一定是高熱，是相對於體質來說是這樣，不是一個指標。就算是他發燒這個溫度啊沒有太高，也有這種明顯的這個消耗的表現啊，那麼也算是高熱持續期。你不能靠這個溫度來判斷，那我們就一定要把它降溫。這樣，那有的燒到39度，但是他體質又很好，沒有明顯的消耗症狀，那這樣的人啊，處在體溫持續期，那我們就正常處理了，對吧？所以絕對不能簡單從生病看日期、體溫計、看溫度這些，這種很容易走錯了。那麼如果判斷錯用錯藥的話怎麼辦？那其實後面啊也有詳細的講到，分別就講了發汗瀉下火燎對病人的影響。那我們先看發汗的這個結果。若發汗以身灼熱者，名風溫。這裡的發汗啊，就是用產熱的藥，對吧？我們在這個視頻講過，大家可以看看啊。
那麼把高熱持續期誤會當成體溫上升期，結果還是用產熱藥，那病人會出現大量散熱的情況出汗嘛，那所以皮膚你摸上去就是燙了嘛。對，那你看這個病人也是火紅的往外透了，這時候就叫風溫。後面有講這個病人身大熱，是我們醫生看到的。風溫的表現也是形象的記載下來了，叫風溫為病脈陰陽俱浮，自汗出，身重多眠睡，鼻息閉夯，語言難出。因為用藥的升溫過度所以人體會馬上散熱，散熱最快的肯定就汗出嘛。所以脈陰陽俱浮，說的就是我們這個外周的血管擴張散熱，自汗出，汗一直流個不停。那麼汗出不斷很容易就会引起脱水，是吧？这也是文化。所以就会出現後面這些神志不清的這些表現。我們看這個身重也是醫生觀察到的，對吧？對，病人很虛弱，身子很沉重，躺着不想動不能動彈，看起來就是很多年睡，想要睡了。這個都是屬於過度消耗的虛弱症狀。因為一般中醫對人健康的標準叫身體輕靈對啊，你正常也輕靈活潑，是這樣。那身重那也就病重。那加上高熱還會導致病人的這個意識昏沉，比方說喉嚨的這個肌張力下降所以他的呼吸聲就很出眾，叫鼻息閉夯。是這樣呼吸那再來問這個病人問題的時候，他也就很難對答如流了。所以說一般病危的人、高燒的人才會這樣。那這裡我們提一下脈陰陽俱浮，這個脈浮跟太陽病一開始出現的這個脈浮還不太一樣。那太陽病開始的這個脈雖然是擴張浮取，輕輕的就能摸到，但是是很有力量的血流很旺盛嘛，所以我們後世叫脈浮緊，因為很充實緊緻，對吧？但是你經過汗出折騰以後病人的脈就不可能那麼聰明，對吧？雖然也是擴張，但這個擴張它是為了散熱，是吧？因為它這個汗一直都在出，在流失嘛，所以我承取這個脈，我承取成按的時候就會比較弱。對，我們說那白虎湯脈是脈洪大脈洪是什麼脈？我們就說是來的時候很快，去的時候很弱。為什麼弱？就是因為它散熱掉。是這樣。流汗汗出過的。我們接着看這個誤用瀉法的話怎麼樣？若背下者小便不利，直視失手。那瀉法跟這個發汗法還不一樣，發汗法屬於產熱藥，對吧？病人汗出，它其實是產熱以後的轉歸，對吧？所以對人體的傷害不大，除非你汗出個不停，就像上面說的這個自汗自汗出，那就有點危險。那麼瀉法呢，它不是人體的自然轉歸，它是這個藥物的直接作用，它讓你拉肚子，那傷害明顯就大嘛。尤其你的水分電解質、鉀、鈉的這個流失就很大。那麼水分流失太多，血容量下降，小便就會少咯，就會出現小便不利，很自然嘛。那如果說因為電解質流失，比方說鈉流失太多，就會引起這個腦水腫。那嚴重的話，就會影響神經肌肉的調節，對吧？病人會出現直視，只看着這個一個方向，目光呆滯，跟醫生也沒辦法做到這個眼神的交流。瞪直，瞪直，笑壞了，治壞了。那如果說腦水腫很嚴重反而會影響這個神經對膀胱的這個控制力，對吧？那病人反而出現小便失禁、失手這個现象。所以從現象來說，症狀看起來不一樣，一個是小便失禁，一個是小便不利，但是你內部的原因背後邏輯是一樣的，對吧？都是有關。那很多症狀看起來一樣，但是原因不一樣，所以中医它就有异病同治、同病異治这個說法嘛，這也是很科學的，對吧？那如果好像王老師在上課。那如果用火療者，若背火者，病人就會出現微發黃色，聚則如金弦石刺中。這裡講的火療，我的腦子裡面出現那個畫面就真的是下面是大火，就感覺是在烤那個滾全羊，它中間是有隔着東西。你有試過那個東北的那個炕，但是比那個還要厲害，真的是熏蒸整個人體它是整個，它不是說火蒸這麼兩下子就是用火烤你全身的這個皮膚，這一類的方法，古代的這個所以比較大面積是不是？那不可能出現後面。它不可能是艾灸火蒸這種小面積局部的，不至於會出現後面情況。那微發黃色是什麼情況呢？大概就出現溶血的情況了。因為火療的這個面積大，溫度又高，
就等於嚴重燒傷，就會破壞紅血球。那紅血球破壞就會分解釋放膽紅素，對吧？那如果這個膽紅素太多了，超過肝臟的處理能力，那麼就會出現溶血性的黃疸，對吧？那這個黃疸跟其他黃疸啊有區別，我們從顏色上其實就能看出，溶血性的顏色啊大多是淡黃色，顏色比較亮，所以原文他就講，微發黃色是吧？觀察得特別細緻。那如果溶血很厲害啊，就會出現驚痫刺中，紅素啊它是可以穿越你的血腦屏障的啊，那累積在大腦裡面啊就會造成神經毒性哦，才會出現這一系列的症狀了，抽出精囊了。那如果這時候我們再用火燻法，落火燻之，那結果是不是一錯再錯？一逆你就是一次錯了，上癮日，上情會引起這個我們說疾病痊癒的時間拉長了，對吧？很難好。對啊，很難好。那如果是2次犯錯，再逆一錯而錯，是罪嗎你？那麼就是觸命期了，對吧？病人的死期將近，对，那就更嚴重了。所以我們說臨床治療方向很重要。對，他可能他用了這個方法，他覺得是不是力道不夠，再加把勁，那就完蛋了，是吧？在方向上就錯了，就好像我們說人誤入歧途，這個方向，大方向走錯了。我做的不夠好，繼續幹，然後就繼續造業咯。是這個意思。不歸之路。所以這一條重點講的就是要分辨這個高熱持續期。千萬不要因為高熱持續期它來得早啊，我們就誤以為是體溫的上升期。那用了場內藥發汗，用火療提高體溫，那結果就是錯了，对吧？後來啊，就很多人批評傷寒論不好用，也不能治療瘟疫。其實不是不能治療，而是沒有讀懂。我們醫生張仲景啊，其實已經在這裡講得很明白、很清楚，讓大家不要誤會。結果大家還是治錯，就出現了這種濫用退燒藥跟那個常熱藥這兩個極端。其實你說感染發燒，這個是中醫最基礎的病種，是強項。就是如果你連感染發燒你都治不好，那你其他病你還指望？是吧？所以說我們不能怪古人，怪醫生張仲景，因為其實也很多教材也是這麼教的。然後中國它的情況就是，因為有西醫在嘛，基本大家都是用西醫那一套。對。那中醫你少用了，然後可能也是因為你照搬教材那一套來用，然後你就發現效果也不太好，所以大家都。所以你開始動搖，懷疑中醫的這個現在這感染不行啦，抗生素現在西藥啊、退燒藥這些啊。就是我們這個教材也是沒有根據這個臨床去修改的。教材問題還是一樣嘛，就是那個叫什麼？百家爭鳴，那個叫什麼？各家學說都在一起。都會一鍋燉，都匯總起來。會有的。對，學的人都很亂。所以就可能就是把後面這些注解傷寒論、注經的這些醫家的話，就當成金科玉律，全部對吧？也不敢懷疑，也不敢提出來，不敢講。但問題是在於什麼嗎？就是醫家嘛，醫家也有不一樣的意見的嘛。但是你怎麼知道這個醫家講的對，你把它納入教材，另一個就講的錯呢？他統統納進來，那你教我們學的人怎麼弄？對，就是你還是要用臨床來看誰講的對嘛。你要分辨对吧？不然的話，你都不能聽誰的。所以現在的確有一些人批判說學院派不會治病，學習因為他就局限在書本教科書這點東西，就沒有真正的自己認真的去思考。還是要多看一下。所以我們現在提出這個分期治療就一目了然，一看就知道病人處在什麼階段，怎麼治療你就不會出錯了，沒有什麼模棱兩可，什麼灰色地帶沒有，也不會說10個人看法就不一樣這種情況，很簡單，分期治療。我們說只要看病人產熱、散熱、消耗情況，你就能分這個分期，對嗎？就分出來了嘛。你產熱不散熱，那肯定是體溫上升期，產熱藥，對嗎？簡單。產熱又散熱，那就是體溫持續期。但如果消耗明顯，那就是高熱持續期，很簡單。但如果不明顯，體溫持續期，那高熱持續期你就要降溫，然後營養的藥，對吧？那體溫持續期就要看具體的情況咯。如果你辨別不出是什麼病嘛，那麼就用營養的藥來維持。那你如果知道具體什麼病，尿路感染、肺炎、腸炎什麼，好，我就直接對病這樣的藥方我就治就好了嘛。這就是一個病跟辨證相結合的一個診療模式。对。
就臨床啊，就應該是要這麼靈活，要科學。對。好，我們今天先講到這裡。那喜歡我們的視頻呢，可以訂閱、按讚，把影片分享出去。如果你有什麼想法，那歡迎留言講講你的想法。我們下次再見。可以隨便。